玩家面前是6座铁笼，必须挑选一个躲避的避难所，选错的话，铁球如末日陨石般坠落，铁球的压力无情的夺命。显示屏上骰子的数字此起彼伏，然而在接连的演示中，骰子每次投掷的结果都相同，等候着第4次机会。玩家必须根据点数选择铁笼，正确之选将免遭铁球之害。然而一旦判断失误，周围的气氛迅速紧张起来。毕竟这是生死由运命决定的游戏。随着一声锣鸣，30分钟的计时开始了。在这紧张时刻，所有人谨慎犹豫。灰发男子率先分析现状，他推断连续出现的1点几乎不会再来，因此认为1号铁笼危险重重。而大壮却持相反观点，他坚信连续的1点非偶然。他猜测骰子可能被操纵，暗藏机关使得1点必出。而主办方设置此局，无疑是为了考验他们的决策勇气，因此1号铁笼才是最……灰发男子报以微笑，质问大壮：既然有把握，为何不亲自进入1号铁笼？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壮退缩了，现场一时间变得混乱不堪。见大家迟迟不动，花姐决定抛出一个橄榄枝，她宣布，即便猜错了，只要能在铁笼中生存，同样可进入下一轮挑战。众人对这所谓的好运颇有微词，但就在此时，一个穿着校服的少年走了出来，他只是1号铁笼，不带一丝犹豫地走了进去。见他如此镇定，其他人在混乱中一纷纷跟随，但小帅心存怀疑，觉得有蹊跷，尽管感到困惑，但问题所在仍难以捉摸。此刻1号铁笼中已人满为患，小胖也不愿错过机会，急忙加入。此时小帅灵光一现，花姐的话意味着即使猜错也能晋级，这表明骰子的点数并非决定胜负的关键。小帅回想着花姐投骰子的每个细节，感到第3次掷骰子时画面有所不合，究竟哪里出现了疏漏？小帅终于有所领悟，注意到花姐掷出的3次骰子方向都一致，但显示屏上的显示表明第3次骰子入桶的方向却是相反的，由此推断视频显示屏可能遭到了篡改，这也就合理解释了为何连续3次都是1点，即每个铁笼的风险实际上都相同。听闻小帅的分析，众人皆向悬挂的铁球望去，随后纷纷逃离原地，只有那位高中生依旧保持镇静，坐在原处。如果骰子点数非胜负关键，那到底游戏的获胜之道何在？小帅暂时也陷入了迷茫。面对朋友们急切的询问，小帅只得含糊其辞。由于也不能确定正确答案，2位朋友也决然坐了进去。紧接着小胖赶至，询问小帅是否2点为答。了解到小帅同样不确定后，他便离开了。而在这时，花姐宣布仅剩5分钟。小帅的目光转向那位高中生，质问他为何留在铁笼中。恰巧这话被长发男听见，头发长、见识也长的他立刻领悟了真相。他赶紧去告诉他的伙伴灰发男。灰发男望向铁球，也明白了过来，时间所剩无几。为了避免他人注意，灰发男将计谋转向小胖，这样其他人便不会和他们进入同一个铁笼。他们欺骗小胖称3号铁笼是安全的，让他站在铁笼中不要移动，对外则声称是对小胖的惩罚。时间迅速流逝，只剩下最后1分钟。这时会在正反面产生重量。一名男子突然闯入人群，宣称他易导致重心偏移，5号铁笼才是正确的选择。他提及有人曾在视频中发现，在所有骰子点数中5点最易出现，经过特殊加工的骰子表面处理后，5点出现的几率实际上更高些。一群人迅速涌向5号铁笼，但大壮稍慢一步，被人踢了出来。情急之下，他便选了4号铁笼赶了进去。小帅关注着站立的小胖，内心忧虑。倒计时快要结束，小帅果断跳进了2号铁笼。他嘱咐小胖紧贴铁笼，紧抱双腿。与此同时，倒计时结束，花姐打开了容器，屏幕显示骰子显示为4点，仅有大壮凭运气选对了铁笼。那么其他人的命运如何呢？除了4号铁笼以外，其他铁球瞬间坠下，随后是一片尘土和巨响。小帅他们8人奇迹般生还。小帅的决策正确，这游戏并非纯粹猜测骰子点数，而是要他们在紧急情况下识破花姐的干扰，注意到生存的缝隙，这是勇气与观察力的复合挑战。而5号铁笼的人全部命丧黄泉。然而次日，当他们离开比赛场地时，才意识到仅是众多场馆中的幸存者之一，接下来的赛程只会更加险峻。经过首轮的洗礼，尽管许多人获得了晋级，但幕后老板更赏识的是小帅与天才高中生的表现，因此为2人安排了一番生死较量。首当其冲的是小帅，头被套上覆盖，紧接着被带至高达50米的平台，他必须在平台的4个方向中，小帅早已失去了方向感，选出一个正确的方向跳跃，一旦选错就会撞墙，从高空跌落身亡。但在小帅反应过来之前，他又一次头被套住，接着平台开始快速旋转，开始是向右旋转30秒，接着向左旋转20秒，旋转停止后满50秒。主办方在4个方向各布置1人，小帅需要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判断，每个方向的思考时间限定10分钟。计时开始的那一刻，小帅耳边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那是他深信不疑的挚友阿红的声音。小帅困惑不解，疑问为何主办方会让他挚友加入，然而阿红解释这正中老板的下怀。小帅感受到一丝不协调，于是他向阿红核实了一些私事。阿红对每个问题都答得正确无误，
当小帅踏至高台边缘，他灵光一闪，心生一计，向阿红询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阿红却说眼镜就到数字模糊不清，可小帅昨天才捡到阿红的眼镜，记得镜框上的数字非常醒目，于是他立刻断定对方是冒牌货。原来主办方已经掌握了阿红的全部资料，甚至仿造了他的声线，用以迷惑小帅。小帅凭此一点显而过之。然后轮到了他的高中同窗河野，河野刚一登场便宣称自己这次安全。小帅心想，主办方真会玩，刚识破一个为友，又安排了一个老同学。小帅质问他为何不拒绝这场死亡游戏，河野坚称是为救小帅才加入，并问小帅昨天困境中他的举动不是证明吗？小帅觉得河野的话有理，选择信任他。但就在小帅要跳的瞬间，他突然又收回了脚步，让河野帮他验证一件事情，确认脚尖是否指向正前方。河野透视窗户尝试辨认，但限于视角仅能见到小帅膝部，由膝盖的位置判断脚尖朝向。然而未知于河野的是，这是小帅布下的最后测试。小帅在起跳前不经意发现鞋带散开，险些因踏鞋带而跌倒。若河野真在安全区，必定会注意到鞋带并提醒。河野的沉默暗示了真相，这透露出河野的位置非安全。回想高中时期的点滴，河野的成就总被小帅超越，即便是学业外的游泳赛事，小帅也总是领先一步。这些挫败累积扭曲了河野的心态，利用比赛想要铲除小帅。小帅每次成绩都是第一，然而小帅再次战胜了河野，2个错误选项被排除，生存几率跃升至5成。出乎小帅意料的是，第3个出现的是他的对头灰发男。面对这局面，小帅又当如何是好？谁敢玩称作死亡跳跃的游戏？生存率仅有1成4。小帅蒙着头套站在50米高台，需在4个方向中选出安全的一跳，选错的后果是直面墙壁，然后从高台坠落致死。更加命悬一线的是，主办方在每个方向特设干扰者，这增加了小帅被误导的风险。经历2次生死选择，小帅排除了2个错误的方向，第3个方向的出现者竟是小帅的仇敌灰发男。灰发男坚称其方向安全无误，逻辑告诉我们，敌人的话不能轻信。然而，或许这正是敌人的诡计。小帅质问他，边缘的硬币是10元还是100元？灰发男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故作镇定地岔开话题，显然在拖延时间。小帅冷静地继续追问硬币的面值，灰发男怕露出马脚，含糊其辞称因为反光而看不清。就在这时，黑衣人传递了一个神秘物件，他通过镜子向下望去，露出诧异，这是个陷阱，因为硬币非10非100，实际上是50元。这让小帅猛然意识到，灰发男那边可能是安全的，否则他无法看到硬币细节。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小帅把硬币移到了第4个方向，询问那边的人放的是10元还是50元。意外的是，那人竟是主持人花姐。花姐称因为戴隐形眼镜看不清楚，同时坚称自己这边安全。小帅一时间陷入困惑，花姐与他无利害关系，究竟他的话可信否？时间紧迫，只剩2分钟，花姐这里并无线索。小帅再度将注意力转向灰发男，经过数次试探，灰发男每次都迅速答案正确，这反使小帅心生疑窦。起初明言因反光而看不清，现在却能准确无误。声音的方向明显直接来自前方，不可能是站高处俯视。唯一解释，他使用了镜子这类工具。于是小帅再次出示1枚硬币，要求灰发男确认面额。花姐急忙试图制止，但灰发男仍迅速给出准确答案。此举让小帅更加相信花姐的位置视线清晰可见。事实上，小帅刚才的硬币策略，硬币被巧妙地向内倾斜放置，即使是直接从前方视角观察，也彻底无法捕捉到那枚硬币的踪迹。只有从高处借助某种道具的帮助，小帅没有任何犹豫迟疑，他果断地向花姐所在的位置跃去。小帅稳稳地着陆，站稳脚跟。游戏的终局尚未宣告，老板伪装着赞同的态度，接着一双手突然落在了小帅的肩膀上，但这双手实则是虚幻的假象，暴露了老板深谋远虑的诡计。只需小帅稍一松懈，踏出那关键一步，就会从50米高的台上坠落。老板的诡计真是深不可测，狡猾至极。当小帅的肩膀被那假手牵引，正要踏出步伐的瞬间，他紧急收回了脚步，随后猛地抓住手臂，狠狠一拉。老板对此感到万分惊讶。小帅淡定地解释说，即便是在表面上感到安全时，也不会松懈警戒，更不可能在盲目的黑暗中随意前进。现在是小帅的对手，天才高中生阿彪的表演时间。但出人意料的是，阿彪仅用了45秒就轻松过关。小帅早已觉察到，主办方这次巧妙安排了3面镜子，这样的布局很可能会误导阿彪走向险境。因此，在阿彪出场前，小帅故意上前制造混乱，在假装跌倒的瞬间，故意扔出3枚硬币，发出隐秘的信号。以阿彪的聪明才智，必能洞悉信号的真正含义是提醒他注意镜子所造成的死角。但阿彪过关之后，却并未表示感激之情。天才的名号果然名不虚传。阿彪经过仔细观察，迅速制定了应对之策。他低头弯腰，双手合十，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视角，让对方查看他的拇指是合并还是分开的，一个只有在安全区域才能从下方窥视的视角。因此，对手是否使用镜子对他毫无影响。
不禁让人感叹，这个策略简洁却又完美无缺，这让小帅深刻感受到了阿彪非凡的天赋和才华。在游戏的序幕拉开前，所有参赛者被引导进入一个三角形的房间，同组的3人分别拿起骰子进行掷投，点数最微小的人将被封闭在透明的玻璃空间里。运气似乎并不在他们这边，首当其冲的恰是小帅加入了第一组，紧随其后的是小胖进入第2组。凑巧的是，连才智超群的阿彪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场游戏的挑战是所有房间的布置一模一样，问你们是什么东西，参赛者必须从25个选择中挑选出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每个房间只能尝试一次回答，答错了就只能听天由命接受结果。只需一个房间的答案正确，所有的房间里注水的管道就会停止。但问题是，与小帅同组的那位灰发男子计划利用这个机会排除小帅，因此他根本不想让小帅参与选择答案。因此大壮与灰发男子因此争执不休，尽管他们最终达成了某种共识，但却因为2位不靠谱队友而浪费了宝贵的5分钟。小帅无奈之下突发奇想，不去查看那些答案，反而可以防止被相似错误答案所误导，这对于他找出真正的正确答案反而更有帮助。从题目本身来分析，目前能确切知道的信息是每个房间都是一模一样的三角形。小帅建议他们开始寻找可能的线索，但大壮却没有发现任何有用信息。大壮将目光投向角落的水槽，企图利用它破坏玻璃将小帅解救出来，但就在那一刻，他注意到了墙角地面上的一个 AO 标记。灰发男迅速将其画出并展示给小帅。小帅首先联想到了电气领域的符号 AO 通常代表着模拟输出，与之相关的答案可能是雷电，又或者小帅思考元素周期表的符号 AG 代表银代表金 AC 则是铜，与元素相关可能的答案是坚硬的金刚石。然而并不存在以 AO 为标识的元素符号。小帅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灵感，既然 AO 并非代表字母，那么它可能就代表着某种特殊的标记。小帅急切地指示他们要立刻检查其余墙角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标记存在。经过2个相连房间的检查，他们没有再找到任何相似标记。与此同时，阿彪所处的房间也出现了同样的标记。对于这个标记的出现，阿彪也开始检查房间的各个角落。这边的小帅已经采取了行动，他请求大壮描绘出房间的轮廓，然后在标记所在的角上标出一个弧线。结果证明 A 的确不是字母的意思，而是指角落的弧线标记，0代表的是角度的测量单位。这样一来，那个 AO 标记显然源自于角度单位的表示，因此计算房间内某个角落的角度似乎成为了解答谜题的关键。但他们手边并没有量角器等工具，那么究竟该如何计算角度呢？小帅思考到，计算角度必须知道边长。他随即将视线转向墙壁上的木板。小帅立即想到了解决方法，他只是2人数一数每堵墙上安置了多少木板，这就是他们需要的线索。小帅要求他们数一数相邻房间墙上的木板数量。灰发男迅速记录下2个房间的数据，经过比对，2个房间都呈现等腰三角形的形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等腰三角形。有了这个形状，就可以计算出角度了。灰发男很快计算出角度是36度，但是如何从36度这个数据中推断出最终答案呢？现在才是真正考验智力的时刻。这个岛国游戏的变态程度究竟有多大？只有看完才能明白为什么岛国的人数减少了。玩家们被双手锁住，困在玻璃容器里。更糟糕的是，水管不断地向容器内灌水，如果在限定时间内选错答案，就会当场淹没。随着水位不断上升，其他几组已经陷入混乱，他们只能凭运气去猜测。有人选择了海洋，结果不正确；有人选择了生命，结果依旧不正确；还有人选择了其他选项，答案依然错误。选中地球后，答案仍然错误。此时仅剩小帅和阿彪2组未答，如果他们答错，所有人都将遭受溺水的命运。水位已经涌至小帅的颈部。关键时刻，小帅瞥见一只鸟掠过天空，由此他灵光一现，既然每间房子结构一致，那么俯瞰而下，以每个房间36度的角为核心，将所有等腰三角形房间串联，便能形成10个房间的完美360度环，构成一个规则的十边形图案。而这一景象俯视下去，正是10间房间所勾勒出的图形。如果将它们的等腰三角形房间独立提取并组合，就能拼成星星形状。与此同时，阿彪也想到了相同的答案。当他们的队友即将发送答案时，小帅和阿彪同时叫停了队友，但阿彪队伍中有人动作过快，已经发送了答案。果然，答案依旧错误，唯有依赖小帅他们组才能生存。这时，小帅审视各个选项，发现星星未必就是正确答案。考虑到房间的一致性，大小和形状应当相同。如果以星星对应，那么相邻2个房间的朝向会相反，形成反向连接的图案。而真正意义上的相同房间，应当是连续不反转的。小帅重新审视25个选项，最终确定答案是风车。大壮立刻发送了答案，小帅已经力不从心。花姐对小帅似乎有所成见，收到正确答案却迟迟不肯回复，犹豫片刻，最后确认小帅答案无误，才按下了排水开关，救出了所有被困的人。但症状显示他们已经昏迷。灰发男也被小帅的无私精神感动，紧急救援下，小帅终于苏醒。3人获得了赛事奖赏铁环、
接下来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一场更加凶险的生死较量。这场游戏在岛国声名狼藉，三人被锁定在一个平台上，沉重的大铁锚在头顶不断晃动，一旦挑战失败，三人命运堪忧。铁锚的边缘异常锐利，小帅不慎触碰，手指顿时被割伤。游戏规则是在26个字母里随选一题进行回答，答案正确，铁锚将上升相对的分数，答错则铁锚下降相应的分数。三人轮流出题，禁止互相提示或告知答案。阿红首先接受挑战，他选择了字母 G， 本是最基础的一分题目，却没想到他答错，铁锚下降分数增加。轮到小帅，他选择了字母 J， 这是一道中等难度的2分题目，在铅笔硬度标记 HB 中 ，H 代表硬度， B 代表深黑，那么 F 代表的是什么？果不其然，小帅答题正确，得分上升2分。但小帅注意到那悬摆的铁锚并未有所上升，这其中必有蹊跷。接着是小勇，他选择了字母 S， 同为2分的问题，询问 ROS 的含义。小勇迅速回答，这是广告支出回报率的缩写，答案准确无误，分值再次上升2分。第一轮答题结束，三人终于稍微放松了紧张的神经。小帅的困惑加深了，因为不论答案对错，铁锚仍未升高，而且得分的增减是单独标记的。比赛没有停歇，轮到阿红再次挑战，他选取了字母 N。这次游戏出现了转机，一个特殊的锚题出现了。小太郎解释，在锚题出现之前，铁锚的位置是固定的，得分的升降分别计算。当玩家抽中锚题时，答案准确，铁锚会根据累积的正分上升；答错则根据负分下降。解答锚题后，双方的得分都将归零。阿红不幸抽到了首个锚题，问题是1000日元纸币背面的图案，这题对他来说应是轻而易举。回忆片刻后，阿红答到是白鹤，毫无悬念的答错了，正确答案是富士山。小太郎随之嘲讽一番，按下了执行键。铁锚随着负分下降，幸运的是下降的仅是1分，三人依旧安全。随着重置键被按下，所有的分数被清零了。小帅询问锚题总数，小太郎表示有6个。字母 A 也是一个锚题，包括刚才阿红回答的这意味着决定他们命运的锚题还有5个。小帅迅速推理，锚题的位置必有规律，绝不会是随机设置的。已知的锚题是 A 和 N。小帅经过推敲，很快确定了题目的位置，这就是现场铁锚的标志。控制了锚题，就等于控制了生死。但按照规定，他不能透露给其他人，同时也要避免被组织者察觉。现在既然分数已经重置，他随意挑选了字母 T， 面临一个中等难度的3分问题，积分板上的上升分数增加了3分。小勇接着挑战，他选择了字母 B， 面临一个最高难度的4分问题。那个漩涡图案源于汉字演变而来，请问在希腊，这个图案代表何意？对于这个偏门问题，小勇干脆以笑声回答，负分板直接增加了4分。花姐暗示小太郎让小帅来回答，小帅迅速回答正确，这是古希腊的雷文图案。小太郎彻底懵了，没预料到小帅能答对。遗憾的是，这次没有加分。花姐见小帅答题轻松，决定为他增加难度，安排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答对的问题，并且允许他们指定回答者。显然，小帅是首选。考虑到目前的积分情况，避免选择锚题，小帅选择了字母最。面对一个2分的问题，今年71岁的富豪老板仍旧沉浸在生活的春天，看到小帅终于答错，小太郎忍不住大笑起来。答案是365人，老人家似乎渴望年年有今日。回答错误，负分板又增加了2分。但很快小太郎意识到，小帅之前的答案53并非无依据，如果每周更换一次，一年正好53次。小帅的答题思路其实是正确的，这让小太郎感到不服。现在轮到阿红回答，他在 D 和2之间犹豫不决。小帅担心他选中锚题，阿红正要口出2字，小帅突然爆发出笑声，伪装责怪阿红拖后腿，实际上是为了吸引主办方注意。他借机向阿红示意，阿红终于领会了小帅的意图，最后决定了字母 D。 面对一个入门级的1分问题，阿红再显坑对本色，答案不正确，负分又增添了1分。当前负分累计达到7分，再次失误恐怕会有大麻烦。本轮原本是小帅的回合，但由于他上一轮额外答题，轮到小勇出场。不幸的是，小勇选择了2题，正中锚题的下怀。问题涉及小太郎的全名，但小太郎的名字实在太长，小勇根本记不清楚，结果导致铁锚骤降7分。三人的命运岌岌可危，铁锚呼啸而下，连头发丝都浮动，差一点点，三人的结局无法想象。如果又错过一道锚题，那就真的是末路了。小帅分析道，生存的最佳策略是保留所有锚题自己解答。现在是阿红的回合，小帅提醒他认真选择，再三确认，转头对小勇重申同样的话。阿红意识到了小帅的停顿肯定有所指，回想起前几轮的比赛，小帅曾通过暗号向阿彪传递信息，盗读就能找到潜在的指示。阿红仔细思考，从小帅的暗示中得出应选择接下来的几个选项。阿红恍然大悟，因此挑选了字母 V。 出人意料的遇到了一个4分的难题，东京巨蛋的体积为124万立方米。那么问题来了，总共需要填充多少次？答案有5个选项。小帅迅速心算，地球的表面面积约为5亿1000万平方公里，地球表面覆盖着庞大的海洋，
海洋的平均深度达到了3800米。小帅似乎锁定了答案，但受到小太郎的催促，阿红草率地选择了数字3，结果并未猜中。正确的答案是数字1，负分数立即增加了4分。现在轮到小帅进行答题，他的选择是字母 Q， 也面对着1到4分题目。小帅明白，当前的正分为0，就算解决了毛题也无济于事，只有通过常规题目积累正分。然而，小太郎出的却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他在桌上摆了一堆硬币，然后抓起一枚藏于掌心。小太郎提出了问题，询问他手中硬币的面额。出人预料，小帅竟猜测是一枚美国硬币。小帅解释道：首先，小太郎不太可能会直接透露是日元，他目的是要让小帅回答错误。其次，那些日元硬币的摆放似乎有意为之，更似是有意堆放来掩盖某些事情。再者，哈里森捷豹佐竹詹姆斯成山，小太郎的全名是，这显示出他有美国血统。看到小太郎的明显反应，小帅更坚信那是一枚美国硬币。在这种生死游戏中，很可能是美国较为罕见的硬币，可能是稀有的1美元硬币，或是被称为幸运便士的1美分。现在小帅面临1/50的猜测机会，只能依靠运气。小帅决定了1美分。小太郎慢慢打开手掌，他手里的竟是1美元硬币。尽管答案不正确，但小帅惊人的逻辑推理使得小太郎愈发怒不可遏。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冷静。他们累积了8分的负分，只需再答错一个毛题，3人的命运将岌岌可危。此刻轮到小勇作答，不幸的是，他选中了字母 C， 而这恰恰是个毛题。挑战来了，仅10秒钟就要解出答案，即使用计算器也似乎不够用，更不用说仅凭口算。小勇只能苦笑一声，下降分数瞬间增加8分。紧张的生死关头再次来临，在这危急时刻，阿红决定牺牲自己保护小帅，希望他能够破关赢得奖金。阿红昂首挺胸，随着按钮按下，大铁锚猛地向他们飞去，血花四溅。小太郎也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但当他睁眼时，意外地发现3人毫发无损，真是侥幸逃过一劫。阿红仅额头擦伤，他们又一次死里逃生，但这游戏也未免太残忍。小帅注视画板，还剩下 O 和 H 2个毛题，他必须确保正确回答。游戏还在继续，分数重置为0。轮到阿红作答，他选择了 W 1到3分题。问题是找出数字与箭头的对应规律，并在20秒内回答数字1对应的是什么。看着阿红完全不知所措，小帅赶紧传递暗号。尽管最终答案正确，但小太郎察觉到了异常，负分数直接增加3分。作为惩罚，取消了小帅的一次作答机会。接着是小勇的回答轮次，他选择了字母 X， 运气似乎不错。这是一道简单的1分题，请指出其中哪个最为甜蜜。不幸的，小勇答错了问题，负分再增1分。这回阿红选了 Y 1到3分题目，提到有星星的国旗有中国、美国，再列举10个带星星的国旗，任意错误即判失败。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阿红竟一气呵成答对。原来他的父亲是外交官，小时候就让他记忆国旗，得分区增加了3分。阿红这一刻大放异彩，终于到小帅出场。他选择了日字，果不其然是个毛题。小帅正想借此扭转乾坤，但出人意料，小太郎表现得异常冷静，这令小帅感到不解。原来小太郎和花姐早就意识到小帅已揭开毛题的秘密，小太郎也准备了最后的问题，等着小帅自己跳进圈套。小太郎宣称他肚子上刻有一个字，那么问题来了，那个字是什么？这问题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小太郎得意地说，这是他高中时期刻的，那时还领着不少小弟。听到这，小帅立刻有了灵感，他推断以小太郎的身形与性格，在学校肯定不受欢迎，更不用说有小弟，甚至连朋友都难有。于是小帅推测，那字很可能是小太郎自己刻的，因为若是别人所刻，必然带有侮辱性质的文字，小太郎不会当众展示。事实上，小帅猜的一切都对。在高中时期，小太郎经常受到排挤和欺负，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他刻意在自己腹部刻了一个字，因此小帅推理该文字必然与仇恨息息相关。结合成山小太郎的名字来考虑，小帅最终断定那个字就是成山的成字，而且是反写的，因为成字颠倒就变成了沙字。果不其然，小帅的回答完全正确。面对这样冷酷的问题，他也能解答，真是传说中的 YYDS 啊！随后铁毛便上升了3格，见到小太郎被小帅击败至崩溃，花姐又开始了更加狠毒的计谋。又是什么计策呢？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游戏，通关者将获得1000亿级的奖金，而失败可能意味着当场命丧。游戏继续，轮到阿勇回答问题，他选择了字母 L。面对这个4分的难题，世界上最高的大坝是黑布大坝。询问荷兰最大面积大坝的位置，小勇还算有些本事，迅速答出位于鹿特丹，答案正确，分数因此上升了4分。阿红挑选了字母 U， 这同样是个4分难题。询问欧大的全称是什么？不意外的，阿红再次出错，分数因此下降4分。轮到小帅，他选了字母 O， 出乎意料，这是一个1分题。按照之前的规律，字母 O 应是一个毛题才对。问题是，请指出青蛙的孩子，这难道是对学霸智慧的侮辱吗？分数因此增加了1分。组织者早就注意到小帅发现了规律，因此暗中操控，提前改动了毛题的位置，
故意让小帅无法选择到毛题，即便答对了1分题目，也无法改变局面，太过分了。小勇开始答题，他选了字母 F， 居然又遇到4分的难题。地球最近的恒星无疑是太阳，第二近的恒星名称及其距离是什么？小勇记得是比邻星，却想不起具体的距离，无法正确作答，分数因此下跌4分。现在轮到阿红，天哪，又是4分的题目，组织者似乎不太公平，分数累计下降至12分。小帅此刻需要惊天逆转，现在只剩5个问题未答。A 字母是否为毛题也成疑问，在剩余的4个字母里，2个是毛题，但位置混乱，使得依赖运气。小帅挑选了字母 I， 但组织者又搞暗箱作弊，将字母 I 改成了1分题。小帅对此哑口无言。从空中降落的甜点是什么？正确答案是糖，答对了，分数上升1分。接下来是小勇的轮次，他选择了字母 K， 出现了一道神秘题目，现在形势危险，如果答错，铁毛将遗落12分。题目要求在15秒内快速说出8个重复汉字的4字成语。计时开始，随着心跳加速，一生一世，一长一短，以心传心，子子孙孙。小帅感到极度惊慌，小勇紧张地尝试作答，时间一到，未能成功作答。随着齿轮旋转，铁毛骤降12格，3人皆因恐慌而汗流浃背。突然一声巨响响起，连花姐都失去了冷静。小太郎抬起头来，意外地发现铁毛悬停在边缘，这真是出乎意料，这并非偶然，完全在小帅的算计之内。之前的慌张完全是为了扰乱小勇。小帅已在游戏伊始就精准测量，他从手肘到手指的长度正好是45厘米，加上另一手触及铁毛的距离，即45厘米加上约27厘米。换言之，铁毛最初与平台的距离是72厘米。当头部与铁毛对齐时，头部的厚度为17厘米，加上倾斜的5厘米，总共是22厘米。从72厘米中减去22厘米，可推算出铁毛最初距离头部的距离是50厘米。铁毛经历了3次下降，3次总和共下降了16分。此刻铁毛距小帅头部仅2厘米，据此计算，16分的下降让铁毛移动了48厘米。48除以16得出，每减少1分，铁毛下降3厘米。小勇答毛题之前，小帅已经计算好了铁毛的高度，只需小勇答错，就能积累足够分数，让铁毛卡在平台。这一策略真是绝妙。但小太郎仍旧不肯放弃，试图将所有问题简化。正确答题能使铁毛生气，但小帅团队可以选择不答以拖延时间，这样铁毛就不会生气。小太郎试图耍赖，被老板制止。的确，题目都可以操控，如果只是盲目答题，唯有失败一途。关键在于找到生存之道，这才是取胜的秘诀。老板认为花姐一行做得太过，花姐也为此表示了歉意。小太郎转而投身影视解说行业，他被安排成为云哥的助手，劳累不堪。这是一场极度残酷的游戏，通关即可获得1000亿的巨额奖金，一旦失败，玩家将即刻惨遭穿刺。21名参与者被困于封闭的房间中，唯一生存之道就是破解施加于房间的魔咒。游戏的时间限制为25分钟。当魔女雕像开始摇晃，所有人迅速分散。接着，雕像口中吐出一张提示卡，卡片揭示了游戏的线索。要想逃脱，必须解开房间内隐蔽的数字和咒语。选择错误，将只有死路一条。在人们还未回过神来，魔女又吐出了一张卡片。卡片显示，炮台左侧站着1名士兵，第2次右侧有11名士兵星。炮台右侧的第9和第10名士兵，现在起被重新编号为4和2，在正确的路上。这个房间的秘密就藏在这些细节中，机会仅此2次，相当于2%的可能性。看到这，大家都感到困惑不解。此时，小帅注意到了墙上的答题装置，上面排列着0至9的数字键。小帅推理，需在0至99的100个数字中做出选择，只有2次答题机会。那么，究竟应该输入哪2个数字？不久，有人觉察到了线索，墙纸上2名士兵的数字正是4和2。然后，他们找到了炮弹的标志，从炮弹位置向右数，2名士兵的排名分别是11和12。而排在第9和第10位的士兵，其数字分别标为3和9。就在此刻，又发现了标有数字42的士兵，但小帅似乎并不为所动。卡片所指的并非肉眼可见的数字，而非士兵身上标识的数字。这些数字实则引人误入歧途。小帅灵机一动，他推理到不可见数字的种类繁多，如温度或湿度等无形指标。他接着指挥众人摆出独特姿势，贴墙而立，排成一列，随后逐一记录个人身高，用笔记本填补剩余的空隙。因身高与臂展大致相等，汇总这些数据以估算墙长。经过计算，小帅得出空间呈完美正方形，边长恰为14.14米。小帅认为这数字非同寻常，大家或许对 1.41421356 这串数字不陌生，也即是根号2的值。小帅推断，象征着根号2的房间边长正是关键的不可见数字。墙壁上的士兵数字暗示着特定序列，而炮弹恰似小数点象征。基于此推理，根号2小数点后的9、10位数成了关键输入数字，但众所周知，仅前8位数为常识，9、10位数众人所不知。小勇将4和2编号分别放置于9、10位。灰发男忽然领悟，数字21恰对应21人，
日语谐音中35642暗含冷漠无情，显然是设计者的迷惑伎俩。哀嚎声突如其来，厚重身躯哆嗦着坠落，原是长矛造成的创伤。小帅急忙赶去查探，另一矛尖穿墙而过，小胖差点遭受穿刺之灾。长矛如森林密集伸出，缓缓向他们施压逼近，场面瞬间陷入混乱。小帅迅速呼吁大家冷静，只有团结一心，方能生存。尽管长矛已停止前行，首要任务是迅速确定根号2的小数点后第9和第10位数字。思考的挑战到来，观察小帅是怎样解题的。求根号2，即找两平方数相近2，接近但不超过2的数，即求 1.99999 附近的平方根。接着考虑两数 1.4 和 1.5 的平方， 1.4 的平方得 1.96， 1.5 的平方得 2.25， 由此得知 1.5 平方超过2， 1.4 平方则未满2， 1.42 平方得 2.0164， 超过2， 1.41 平方得 1.9881， 未满2。遵循此逻辑，缩减 1.41 与 1.42 间距，经过层层精算，可得小数点后个位数字。虽知晓小数点后8位，但要得出9、10位数，需至少20轮复杂乘算，时不我待。小帅指挥众人共同努力，再加上简单加法，答案即出。之所以众人齐心，是因群体智慧通常优于单一专家。小帅迅速算出所求，众人对其速度感到困惑。小帅仅需他们算加法，60乘 1.4142135560是多少？但有人对此感到不忿，心中暗想是否轻视了自己。小帅解释理由：一次复杂乘法已足够，例如3次乘法寻求根号2，简化后的乘法放大100倍，2相较1多乘141次，即1的结果加上140即为所求2的结果。3的数量超过2，因为它多乘了一次141。按照这个逻辑，将2的结果增加141，便能算出3的答案。于是乎，3的答案可以简单的从1的结果出发，加上140，再加上140，最后再加1。换句话说，只需要得出1的答案，就能够通过简单的累加。首先加上19600，然后加上140，再加上140，最后加上1。由此推导出通过递增1来得到3的结果。接下来运用这个规律，我们可以从1的答案推算出其他答案，这使得原本复杂的乘法转换为了基础的加法操作。现在你是否理解了呢？尽管有些疑惑，我必须继续进行解释。经过一系列的计算，在10个人中有9个人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如果一切按预期进行，那么根号2后的第9位数字应当是2。但是有些年轻人提出了挑战，他们无法理解如何一个关乎生死的逃生游戏变成了一场头脑风暴的数学比赛。这就像是突然有人告诉你，人类是从鱼类演化而来，这种想法令人震惊。然而就在此刻，一排长矛再次向前移动了一步。时间紧迫，小帅不得不带领其他人继续计算第10位数字，而那些年轻人坚持他们的看法，他们相信正确的答案是数字3和9，这两个数字正是第9和第10位士兵的标识。小帅这边终于得出了结果，并与其他人得出的答案进行了比对，结果完全吻合。根号2小数点后的第9和第10位数字确实是2和3。接下来的时刻将充满奇迹。小帅分别输入了数字2和3，然后按下了确认键。出乎意料的是，答案居然是错误的。此时长矛再次向团队成员逼近，那些急不可耐的年轻人终于爆发了，他们开始指责小帅，认为他不适合作为领队。小帅自己也感到困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在这紧要关头，小勇站了起来，果断地给了小帅一个响亮的耳光。他的目的是为了让小帅保持冷静，迅速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其他队友和灰发男士与那些急躁的年轻人争执不休。仅剩不到2分钟，小帅重新检视手中的卡片时，注意到了第11位士兵的存在，这或许是之前解答错误的关键。那么第11位数字意味着什么？剩余时间不足1分钟，在混乱的争抢中，一副眼镜意外落下，在眼镜的反射中，小帅注意到卡片边缘印出了倒影文字。他沿着卡片边缘继续观察，发现倒影文字居然意味着误入歧途，而这与四舍五入的谐音相吻合，这表明第11位数字需要进行四舍五入处理。如果根号2的第11位数字大于或等于5，则第10位不再是3，而应该增加1位变为4，因此正确答案不是23，而应该是24。此时长矛再次逼近，只剩下短短10秒，小帅迅速输入了答案，24寓意着生存。奇迹的时刻终于到来，果然答案正确。长矛慢慢的撤回，并隐藏回壁画之中。当众人正在庆幸时，一旁的魔女雕像开始晃动，游戏似乎尚未结束，魔女雕像剧烈摇晃，人群迅速四散。在众人尚未反应之前，果然是 YYDS 啊！随着一声巨响，雕像炸成了碎片。小帅同样感到困惑，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但密室突发新的意外，计时器再次开始倒数，看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大家都感到不安。刚逃出险境，是否又陷入更大的危机？就在此时，有人注意到墙壁上布满了无数小孔，箭矢蓄力待发，紧张的气氛在空中弥漫。3分钟的倒计时开始，房间四周即将迎来箭雨。在这紧急关头，雕像意外地吐出了一张新的卡片。显然，游戏的挑战尚未结束，又一张卡片随之出现。
此轮的挑战提示已公布，先前的游戏答案是240，而现在房间里有21人，请找出21与240之间的联系，解开谜题即可生还，否则3分钟后剑雨将至。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紧迫的危机，小胖立刻行动，捡起一块铁板作为临时的盾牌，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效仿。在这混乱之中，小帅的注意力被地面上的一个插槽吸引，他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个灵感，他开始在方框内部画圆圈，并继续在四周勾绘更多圆圈。他的动作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果然，方框内的圆圈恰好有21个，而外围的圆圈数正好是24个。经过简短的解释，众人顿时豁然开朗。随后，大家迅速行动起来，地面上零散的铁板片被一一嵌入地面的插槽中。很快，一堵坚固的防护墙便筑了起来。只剩最后的1分钟，所有人纷纷蜷缩在铁板后面避难。但在此关键时刻，小帅看到了一名受伤的同伴仍在暴露之地，他毫不犹豫，主角的光环再次闪耀。尽管体重不小，但救援不容有失。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秒都显得弥足珍贵。灰发男子突然冲了出来，与小帅协力扶起了重伤的同伴。众人迅速打开防护墙的缺口。就在3人刚一撤回防线，倒计时也宣告结束。紧张刺激的一局游戏终于告一段落，先前的摩擦与误解随风而逝。然而，天才高中生阿彪已经取得了4个珍贵的圆环，而小帅手中目前只有3个圆环。小帅与阿彪的终极较量即将上演，这不仅是一场游戏，而是命运的逆转战。参与者以生命为赌注，挑战一系列考验，通过层层险境争夺金属圆环。首先集齐4环者将迎接最后的较量。阿彪凭借其非凡才智已取得4环，小帅同样在关键时刻紧追不舍，获得4环。紧接着，2位智者的终极对决即将展开，规则直截了当，每位选手获得4个盒子和相应的圆环，盒子未受保护时极易破损。组织者为双方各提供8块铁质保护盖，外表无差别，不露痕迹，但保护盖只可使用1次。游戏精髓在于选手如何自保，同时识破对手。轮流进攻的过程中，先破坏对手圆环的人即刻封王。总共3轮，双方各有1次攻击权。3轮结束后，如无胜者，以保护盖剩余多者为胜。转盘转动，决定先后手，红色归阿彪，蓝色归小帅。随着指针的定格，红色成为阿彪的信号，他将先行攻击。阿彪头戴黑布，进入黑暗世界。此时小帅得以布置防护，保护盖数量限定，仅有8个。若每次布防4个，则2轮后将告罄。小帅选择全防策略，4盖尽数投入，保一方安全。若首轮即失手，连反击之机都无。同时，此举也可窥探敌手的攻击模式。牌型就位之后，眼罩被缓缓解开，阿彪重新的见光明。他的目光先是审视了摆放整齐的盒子，然后又转向小帅，眼神中透露出深思。令人费解的是，他竟然选择了不发起攻击。工作人员立刻动手，逐一揭示了事实。正如所料，每个盒子之下都隐藏着坚固的铁盖。观众们不禁赞叹，这手段真是高明。现场顿时响起了一阵不可置信的惊叹声。此刻，轮到小帅发起决定性的一击，谁知阿彪却直言不讳地透露了自己的秘密，只在一处设置了保护措施，这让小帅不由得陷入了混乱。眼前这一幕究竟是真是假？小帅心中疑云重重，举起了锤子，仿佛要攻击。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阿彪不经意的视线落在了最左侧盒子上，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紧张和不安。小帅随即巧妙地观察了最右边的盒子，注意到阿彪神情的微妙转变，显得更为放松。他毫不犹豫，坚定地选择了左侧盒子作为攻击目标。然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锤子竟然敲响了坚不可摧的铁盖。当真相揭露，证明阿彪确实只放置了一道防线，而小帅却不幸地选中了正是这一个。现场再次爆发出一波高过一波的惊呼声。阿彪的计谋堪称高明，令人赞叹不已。小帅本想依靠细微的表情变化来判断，谁料想却反被阿彪的策略所困。首轮较量落幕，小帅已经消耗了他的4份防御，而阿彪仅耗费了1份。小帅接下来必须要有所作为，这真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心理对决。胜者将继承无上的财富，高达数万亿。游戏的规则非常直截了当，参战双方各有26张牌，各具象征意义。小帅手持象征智慧的梅花牌，以及象征终结的黑桃牌，而在花姐的手中分别是象征繁荣的方块牌和象征爱情的红心牌。整个游戏分为3个阶段，参与者需要用手中的牌形成7种不同的牌型。牌局的顺序从最尊贵的皇家同花顺开始，但规则严格限定，同一阶段内不得重复制作牌型，制成的牌型要密不示人，背面朝上安放。在这样的规则之下，玩家必须猜测对手的意图，只有用更强的牌型才能击败对方并获得胜利。在这些牌中 A 的得分并非平凡的1分，而是牌桌上至高无上的14分。若双方展示的牌型实力均衡，同花顺、同花、顺子2对1对单牌，那么主动出击的一方将会取得胜利。首轮对决，每个玩家都有2次发起攻击的权利，而后双方将同时亮牌，比较大小，3轮战罢，积分领先者将赢得整场游戏。
倘若3轮结束后双方实力相当，那么各自从牌堆中随机抽取一张，拿到更高点数的玩家将笑到最后。在前2轮，每轮可扔出2支标枪，而在压轴的第3轮里，则可以投掷3支，哪个扑克牌被标枪命中，就可揭示相应的牌面，这成为预测对手牌型的关键。轮盘的转动将决定攻守双方的起始顺序，小帅代表蓝色，而花姐则以红色示人。转盘旋转间，小球终于在红色区域静止，花姐抢得先机。双方完成牌型准备后，紧接着开始了飞镖的投掷。花姐的投掷技巧显然熟练无比，第一个目标就是 K， 一击命中，接着他又准确地投中了 A。而小帅的表现则有些失常，第一次尝试不幸落空，飞镖定在了墙上。第二次虽然没有偏离目标，但终究只是射中了一个8点，这让花姐更加充满了胜利的自信。小帅的 A 和 K 都已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花姐几乎一目了然地识破了小帅的皇家同花顺。他随即用自己的皇家同花顺进行了反击，果不其然，小帅的牌正是皇家同花顺。尽管双方牌型不谋而合，但作为攻击方的花姐笑到了最后。根据最大牌 A 的得分规则，花姐轻松赢下了14分的大奖。胜利之后，花姐开口说道：“那副有飞的牌组定是同花顺的最佳人选，那副带有尖牌的必然构成了同花的华丽组合。小帅的出牌策略已被透视得一清二楚。为了争夺更高的得分水平，花姐携带 A 牌的同花组合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不出所料，小帅手中带有 A 牌的那副牌正是同花组合，由此花姐再次获得了14分的领先。小帅的双顶级牌组接连败北，这令小帅瞬间被推入了窘境之中。接下来轮到小帅发起反击，但是花姐只亮出了2个8，让人难以揣测这副牌可能是1对，亦或是2对的可能性。在另外2组牌中，有一组是同花顺，而其他牌型则成谜。小帅决定用自己的同花顺随意挑选一组进行攻击，但不幸的是，他所攻击的那组牌在花姐手中居然是2对。小帅虽赢得了13分，但他仍需面对对手的一组同花顺和1对牌型。小帅的手中只剩下1对和2对牌型，面对无法胜过的同花顺，小帅只能尝试用自己的2对牌型去挑战花姐手中的1对牌。结果小帅收获了9分的小胜。在最后一轮的对决中，双方同时展开攻势，花姐的同花顺轻松击溃了小帅的1对牌。第一轮的较量告一段落，花姐以41分的成绩领先，小帅则落后，只得到了22分。比赛进入了第2个回合，小帅在飞镖游戏中命中了 K 和 Q， 而花姐则投出了 A 和7的组合。小帅抓住先手优势发起了攻击，他首先需要确保的就是要精准打击掉对手的皇家同花顺，但究竟是心形红桃还是方块组成了那副牌呢？小帅经过推敲认为，在通常的扑克牌规则中，心形红桃的地位往往略胜方块一筹。基于此，小帅推断花姐极有可能选择心形红桃作为他的皇家同花顺。于是小帅决定用自己的皇家同花顺直接挑战花姐的红桃牌组。果然不出所料，那组红桃正是皇家同花顺。小帅因此赢得了14分。他继续持续进攻，将同花顺对上了方块组。正如预期，花姐的手牌同样是一副同花顺，小帅以微弱的优势再次赢得了13分。这一回合之后，分数竟然超过了花姐，但紧接着花姐迎来了她的攻击机会。在随后的3组牌面对决之后，第2回合结束时，分数显示花姐以64分领先小帅的58分，小帅的分数紧追不舍，这无疑给花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紧张激烈的第3回合终于到来，双方各自投掷了3支飞镖，花姐毫不犹豫地射中了 A 牌。接下来是小帅的表现时刻，他成功地投中了 A 牌以及7和8。这次的结果显然让花姐松了一口气，花姐抢占先机进攻。他细心地分析了小帅的手牌，名牌中最大的 A 以及 K 和 Q 都已暴露，这让花姐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确信小帅的皇家同花顺已无所遁形，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皇家同花顺挑战。等待小帅展示牌型的瞬间，花姐完全被惊呆了。小帅的手牌竟然只是一组散牌，花姐的皇家同花顺仅仅击败了小帅最不起眼的牌型。尽管如此，花姐还是赢得了14分。她试图保持镇定，她注意到黑桃 K 和 Q 位于同一手牌中，高度怀疑这是一副同花顺，于是决定用自己的同花顺挑战这副牌。但出人意料的是，小帅的牌面竟然仅是1对，花姐的强牌再次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然而花姐未曾意识到，小帅正是在使用智谋，玩着策略游戏。他故意用最弱的2副牌，成功废掉了花姐最强的2手牌。现在换成小帅进攻，他巧妙地将散牌对上了花姐的方块 A。果然如同计划中的，花姐的牌面确实是一副同花。作为此次攻击的发起者，小帅顺利赢得14分。接着小帅洞察力超群，又识破了花姐的顺子。花姐感到困惑不解，她不明白2副牌都含有7和8，怎样才能判定哪一副是顺子？小帅解释道，当你布置牌面时，你总是习惯性的将牌从右至左排出，依照大小顺序。小帅早在出局就留意到了这一习惯，他随机使用了一手同花顺牌型。果不其然，右侧的那一组正巧是花姐所摆出的顺子，这样小帅再次增加了8分的领先优势。
在最后一轮牌局中，小帅手中握有的是2对牌。花姐顿时感到惊慌失措，因为她手中仅有1对牌。如果以最大的牌 J 来判断，小帅的得分就又增加了11分。如此一来，最终双方的分数惊人的打成了平局。这局面只能通过摸牌来决出高下，并以此来决定最终胜负。现在一切只能依赖于运气的好坏。小帅主动提出，他将首先摸牌，他的运气相当不错，成功的摸到了一张 K。现在轮到花姐摸牌，除非他能摸到 A 牌，否则他必将输掉比赛。此刻的花姐已经紧张到了极致，她颤抖着抽出了一张牌。当她看清牌面时，竟然发现自己真的抽到了一张 A。花姐最终赢得了这场关键的比赛，并顺利成为了集团的新继承人。人们或许会疑惑，小帅就这样轻易的接受失败了吗？实际上，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小帅之所以会接受花姐的挑战，完全是因为他的好友阿满的缘故。原来4年前，当时的小帅还是一名研究生，他经常住在好友阿满经营的民宿中，他们彼此之间就如同知己般，无话不谈。但是一个不幸的意外发生了，阿满意外和一位女生一同跌落山坡。小帅一开始将女生救了出来，但当他再次返回去救阿满的时候，却发现阿满已经消失无踪。自那以后，阿满就音讯全无。这件事也让小帅一直耿耿于怀，感到内疚。但在小帅与花姐的比赛中，阿满突然被集团老板的人带走了。通过观察花姐的表情反应，小帅很快推断出，如果花姐在这场比赛中失败，他的弟弟阿满肯定会遭遇不测。为了确保阿满的安全，小帅在关键的摸牌环节暗中施展了巧妙的手法。最终，阿满被成功救出，2位老友得以携手修复了曾经的裂痕。小勇走进了集团，成为了一名员工。他巧妙地为花姐展示了一场魔术表演，他的手法神速，一张牌的 K 转眼间变做了 A。花姐在见识后评价说，他不过是巧妙地隐藏了一张 A 牌。花姐经过深思熟虑，最后领悟了小勇传递的深层意义。他随后汇入了1000亿资金至小帅的银行账户，小帅借此资助成立了自己的宇宙物理研究所，继而不懈追求他的科研梦想。那位年轻的天才阿彪也重新踏入了校园的学习生活。